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我
主日侍奉，主日报告4月4号林品泉，主日接待5月10日徐敏干。报告事项，请注意气候变化，容易伤风感冒，请注意环境卫生，以防登革热侵袭，也要注意手常清洁，以避免肠病毒及超级病菌的传染。尽量避免食用各种填充类食品和动物脂肪，以防各种不明肿瘤发生。本届任职已就任罗香银、李孝仁、薛洪南、王昭旭、陈秀香等5位执事。请开始筹划今年5月份母亲节与教会成立10周年感恩礼拜事宜。请注意出国旅游或进美国，最好不要带中成药，以免触犯。请注意，巴西政府有免费感冒预防注射。前周聚会出席人数20人，代表事项：为世界和平代祷，为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灾害代祷，为筹建礼拜堂代祷，为执事同工们祷告，为本会的弟兄姐妹们互相代祷，为个人的灵命、健康、家庭、事业、工作及居住的城市祷告，求神怜悯、赐福、带领保守。为有病痛的及心灵忧伤软弱者代祷，为徐官班妹老姐妹，为徐圣敬弟兄、严约克执事、严约翰弟兄、王作元弟兄、杨建国弟兄、毛玉英姐妹、胡歌老师、蔡家恩长老、于美珍姐妹、林桂美姐妹、陈春珠姐妹、简文慈、谢春波弟兄等的健康代祷。再为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离奇失踪代祷，为南海岸岁月号邮轮沉没罹难者及家属代祷。谢谢。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这里因为我忘了把这个旧的删除啊，这个施工人员5月11号是丁翠琴，那接待主日是5月11号林阮英啊，补充报告。这个预防注射，只要你有巴西身份证，有拿到舒斯卡的，特别是小朋友哈，还有他60岁以上的都可以打，这个免费的。如果你个人要打的话，也可以到私人去，大概80块到200块左右，我不晓得收费标准啊。但是如果你有舒斯卡啊，对，在3岁以下的，那在那个60岁以上全都要打，啊，都是免费的啊。家庭可以到米莱伦的那里打啊，能够到米莱伦去打，免费的啊。好，我们继续要来做宣召，请小人执事为我们做宣召。诗篇第10章16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围合他们。阿们。我们再来唱诗歌赞美神诗歌第98首，我是自己的。诗歌98首。我心自喜乐，我口舌。
使徒信经做我们的信仰祷告。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应，从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地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神理，我信圣的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我们现在来赞美赞美加勒诗歌87首，毛书义，跟弟兄，弟兄。现在请乔的指示为我们读一段圣经，记载在启示书3章1节到11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薄利、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
主的恩惠、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作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或作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个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阿们。阿们。愿所有听见神话语的人都蒙他直到永远。我们再来唱诗歌赞美神，诗歌第128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在此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您祷告祈求，谢谢您就与我们同在，
谢谢您把您的灵住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您亲自来带领保守，你亲自掌权作王，你亲自赐福给弟兄姊妹们，无论在哪里有你的平安福分同在。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要抓紧您的话语的时候，求主您就开口向弟兄姊妹们一一的说出您话语中的奇妙，让弟兄姊妹们好遵循您的律例典章。再次感谢您，求你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样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提多书第3章等于是提多书最后的一部分，也是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总结。这里谈到我们看看这么长的圣经章节其实不多，他讲的第一部分前部分所讲的就是讲个人的问题，你的私德的问题，你自己的待人处事，你的心态的问题。后面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个人经常会说一些无聊的话，和朋友在一起所讲的不过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长又臭的张三李四，反正东家长西家短一大堆的这些荒谬老路的言语，这些空谈没有意义的言语，都告诉我们这些不要讲，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话？我们要说什么话？诚实的话。我们要说什么话？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不要说谎话，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今天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在说明的，就是让我们能继续走这一条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的话。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想吴老师非常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们再往后推过来看看第4节所看的、所写的，大家看看周报上面有写的，在那里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弟兄姊妹们，没有人可以逃避的。这句话应验在哪里？启示录第20章那里所写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出来了，天地都逃开了，睡着的人都要起来接受审判。有一个案卷展开了，另外一卷叫做生命册。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你说的话，你做的事，你讲的那些无聊的话，全都记载在那个案卷上面。所以这里前一半的半段告诉我们，你经常做的事，你做的是成你的私欲，你想要这样子，你想要那样子，那是个人的问题。你爱厌乐，你喜欢这里跟人做什么，你喜欢那里做什么，这是个人的问题。还有另外讲到的你的个性问题，还讲到的这是私欲，你经常会想到那些，你心里要跟人家竞争。你不服气，你不高兴，你发出恶毒的言语，你讲些不高兴的话，你发出来的言语，让你自己以为我得到了发泄，其实你一点都没有得到什么。而且这发泄之后，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从语言来看看，发泄只是短暂的，你没有得到安慰，你没有得到平安，你没有得到喜乐，因为那只是发泄而已。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得到的时候，那神的喜乐从你心里面涌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喜乐，不是为了一时的逞口舌之快而来发泄而已。我们为的是永远的喜乐，让神住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带领我们，保守我们。那个喜乐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有人经常问你，是说，你为什么老是笑的啊？你不痛吗？你没有病吗？我说我有痛，我也有病。可是你为什么笑得出来？我说我为什么笑不出来？有什么能不笑的呢？因为主与我同在呀，我好喜乐，我好高兴啊！弟兄姊妹们，痛对我来讲小事情，神跟我同在，你有没有呢？你有没有这么感受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啊！痛
其实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真愿神把它取下来。可是这个刺在我身上，让我觉得我是这么渺小的。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知道我是一个有限度的人，我不能随便按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想做这个就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做那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来警告我们。”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那个悖逆的事情，我们还被迷惑了，甚至还讲我们被迷惑了。小心的问题就在这里。年轻人经常看网络看到什么一些消息，这个要传，这个不传不可以，不转你会怎么样的？这个一定要转，这个不转会怎么样的？哇，你这个转还帮助人的，我告诉你，所有网络上要求人转的，全都是病毒，全都是害人的。既然它这病毒已经加了一个毒字，毒字会好处吗？毒只会害人，不会救人的。弟兄姊妹们，上网也要小心。那个毒蟑螂让你看不见的，比四川的毒还厉害哈！四川毒很厉害，可是这里比那里的毒更厉害。网络的毒是最厉害的，你根本看不见，也没感觉到，你的电脑马上就很快就会休息了，给你罢工啊！那甚至手机现在也有了。手机开始有的突然就关掉，我的手机就曾经给我罢工了一整天，结果后来他就自己回来了，我以为他是自己去休假完了，原来病毒，新买的手机就出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被迷惑了。我今天买了手机新的，我好高兴的，其实我被这世界迷惑了。我旧的手机不好用，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它一天充好几次电，它还是没办法。到后来什么，那个电池爆了，我不得不换，电池买不到。那我们在这世界上经常被迷惑，我们遇到的事情，经常为着自己心理上所想的，我想要怎么样的，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为什么别人是那样，我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能做到那样，我做不到？其实这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生下来这个身份，圣上怎么记载？在你的身份上荣耀神。你当仆人的，你就在仆人身上荣耀神；当主人的，在你身上荣耀神。不要去嫉妒别人，也不要这样去看别人这样子比我好，我就心里不高兴。不必这么想。在你的身份上能够荣耀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而不是说我怎么样了，我就干脆我聚会了。我记得我曾经跟家里讲过话，他说：“你把我的执事拿掉好了。”我说：“不是我给你拿执事，执事是神不给你的。你眼睛虽然已经受到伤害，可是你现在要做的职务是什么？就是你闭着眼睛可以为别人祷告。”因为执事不是我给你的，执事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闭着眼睛为别人祷告。你看不见也为人祷告，这个时候神就会与你同在。你虽然在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可是你灵的眼睛却非常明亮。你看见世间所有的一切，你也看见过去的，你也看见未来的，别人看不到的，你却看到了。家里记得吗？我在你家里讲的话，我一直在鼓励你说，不要怕你看不见。你要我给你去掉执事，不可能，那是神给你的，你现在还是执事。虽然你已经退了任，可是还是执事。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当执事，现任的执事你就不是执事。我跟你讲，你当了一次执事，你永远是执事，你永远逃避不了，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神拣选了人，不可能被除的。所以我们要能在这上面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好好去执行，那才是正确的。不要怕，不是每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那样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天生下来就会做这样的职分。我也不是天生下来就站在这里讲道的，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如果不是神所拣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的。如果不是神所拣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因为不是神所应许的，没有人有办法达到。我们看看刚才读的经节，
列王记上，而不是历代志下，我们看到所记载的这些王，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那个玛拿西王，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这里也看到，这个前半段讲到了，就是人离开神，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结果是什么样呢？受到神惩罚，被巴比伦人抓走了，用铁链把他勾住了。甚至有位王是眼睛被挖出来之后，用铁链勾住，抓到巴比伦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悲惨的事情，那个时候才看见神。为什么？他已经看不见人了，他已经看不见世界了。结果他闭着眼睛就看着神。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说学小提琴，结果我看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跟我以前老师跟我讲一样。他说小提琴不容易，可是当你闭上眼睛，你不要去看别的，你不要去想别的，闭上眼睛专注在这上面，你就看见音符了。我终于又看到这个同样的消息在网络上有人播的。我想我记得我小时候教我小提琴老师就是这么讲，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东张西望看什么？小提琴要专注在那里，闭上眼睛。我想闭上眼睛我怎么拉呢？他就告诉你，你把你的弓拿起来，把你的弦这样一拉下来，你就会听到声音，音符就在你眼前跳出来了。因为你张开眼睛看不见音符，你闭上眼睛你就看见音符了。我终于明白老师的意思，所以我学这个琴，我没办法。吴老师给我一本书，我都没办法照着书上去弹。很抱歉，我自己大概已经年纪也差不多。可是当时我就想到那个小提琴上面的，其实我的配音是按小提琴的配音法，只有2个单键而已。越简单出来的，好像你们听起来也弹得不错嘛，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方式。可是真的，当我们闭上眼睛，不看这世界，我们就看见神；当我们闭上嘴巴，不讲闲话，我们心里涌现的都是神的话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老妇荒谬的言语、无益的话、无望的言语，全都不要讲。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这样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福音才能广传。弟兄姊妹们，好像我讲得很激动。可是确实我自己身历其境，我经过了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激动，是因为曾经看过这样很多的事情，而且有很多很多离开神的人，他们做了违背神的事情，目前都看到他们受到惩罚。其实这个惩罚都有罪有自取，而不是别人对他怎么样。他做错了事情，自己得到应得的惩罚。在罗马书第1章也讲到了。罗马书第1章所讲到的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可恶，目前非常多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男的与男的行，女的与女的行，让他们顺性不用，却用逆性的，他们得了应得的惩罚，叫什么？爱死病。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顺性不用，逆性拿来用，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结果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这句话我们看得出来。罗马书第2章也讲到，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审判人。第6节更按着你们行为来报应你们。罗马书第2章所讲的，弟兄们，我们是不是要警醒自己？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一些迷惑，不要被别人的言语这1-2句话把你激动了，你就心里不舒服不爽。我告诉你，当人激动你的时候，你就祝福他；当人来辱骂你的时候，你更要祝福他，因为那是给你力量。当人对你指责的时候，谢谢你，谢谢你的主指导，我会更努力的。把那侮辱我们的变成祝福我们的，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应该走的路。如果有人看过我网络写的祝福这一篇，你应该知道，这篇祝福是我经过了很多的问题之后，我决定吞下去。
我决定用祝福来对那些对我这么做的人，不止这24项而已，还有很多。我后来还是简约掉了，不要再写，因为有的人已经是觉得看得很，心里已经是很沸腾了，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您是这样子？其实事实上不止这个。上面没有写恐吓，对不对？我遇到恐吓了，有人拿着枪指着我的，有；我被关过了，有。弟兄姊妹们，保罗所受的苦难比我们更多。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保罗受的苦难比我们更多，所以我们今天所受到的并不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能够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在哪里？在基督里能够重生，在圣灵里能够重生，在圣灵里面更能够让主耶稣自己来更新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借着这个洗礼让我们重生了，可是我们更要让这个洗礼成为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居住的时候来更新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更新了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把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感谢赞美你，阿门。我们再唱首诗歌，赞美神诗歌110首，我们站起来。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相通、扶持、帮助、赐福、保守众弟兄姊妹们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祝祷，阿门。